嘿，大家伙早喽！10月28号星期六，已经不是清晨了，太阳都挺大的了。今天不做常规的训练了，今天半休息一天，因为好像真的是碰巧在同一个时间，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一个时间，我感冒了，症状还是稍微有点严重，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这边天气越来越凉了，就像我前几期一直说的。最近已经开始穿上秋冬的装备了，今天穿了一条，大家看，一条菲比特的长的压缩裤，就是那天我说达到的一些测试的装备。今天咱们就聊聊这条裤子，好吧？那我们一会儿继续。现在天越来越凉了，我一般根据早上起来的体感和气温，我就开始穿秋冬的装备了。大家看今天就穿的长裤，我一般到这个季节呢，就经常会穿长裤出来跑步了，尤其是在轻松跑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像强度课可能还是会穿短的半弹，上身呢就是这种有袖的 T 恤了，已经不穿旧素背心了，带臂套，很多时候会带臂套。根据这边的天气的特点，也开始戴手套了。我前几期也都说过，手太容易冷了。如果再冷一点，就开始是长袖的上衣，并且戴那种能挡住耳朵的帽子，不是这种帽子。如果气温进一步下降了，再根据气温进一步增加衣服。和之前介绍的他们那条短裤一样，这也是一条腰包裤，腰的这一圈呢有一圈的兜。大家看这条裤子的各种兜，这儿还是一个拉锁兜，可以放贵重物品或者怕丢的钥匙啊、钱一类的。这儿有一个小兜，这儿可以放小东西，比方说耳机盒，或者一些小的差不多能放下的东西，像我拍摄小相机。前面这个兜呢是可以放下手机的，但是我会觉得前面这兜放手机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这个兜呢放一些冬天比方说跑长距离的补给品啊、能量胶一类的都可以。像后边这个兜，大家看，这种兜一般都是放手机的，像这种带了壳的，这是一个 iPhone 13 Pro 这么大的手机，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你要说完全没有异物感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是很稳妥的。这条压缩裤呢，它的压缩力比较强，材质是偏厚的那种。像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零下10度以内，我大多数是穿那种薄一点的半弹。在最冷的那一个月会穿这种厚的材质的压缩裤，这条压缩裤在臀部和后腰这一块的压缩力真的是挺强的，小腿这儿也是比较适合比较冷的冬天的时候做轻松跑或者是日常训练穿着。像在北京的冬天，除了是那种零下20多度甚至零下30度的极限天气以外，我都是一条压缩裤跑整个一个冬天。在极限天气的时候，才会在压缩裤外边再套一个普通的不是压缩的长裤。手套这些年我试过特别多，像现在这种气温，我会戴一双薄手套。这双手套也是菲比特的，里面呢还有一层薄绒，比普通手套要暖和一些，所以天再冷一点呢，戴也比较合适。另外一点就是这个手套的食指和拇指是可以这样露出来的。可以更方便的操作一些触摸屏的东西，比方说像我的这种触摸屏的手表，或者是手机等等。像大拇指，你看我们滑手机都是大拇指，我觉得这种露出来的呢更直接一些，要比那种能够操作电容屏的手套面料更直接一些。虽然我是个北方人，但是手特别怕冷，而且这边的天气因为不太适应，去年在大阪居然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手的冻伤，今年正好试一试这双手套。至于压缩裤这事儿呢，其实也和我夏天的时候分享半弹那种一样，也是这两种，一种可以叫做半弹，或者说叫做紧身裤，一种呢叫做压缩裤。像我经常穿的 Skins 还有 Nike 这两个牌子的裤子呢，多数是以半弹为主，尤其是 Skins 几乎就是半弹，就很薄的。这种一般我是在零下10度以上这种天气下，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因为北京冬天刮风挺大的，这种天气我都穿这种半弹。这种的优势是呢，它相对的没有那么大劲儿，就相对的薄一些，也压缩也没有那么猛。这样的好处是说，你可能你的活动腿呀会比较灵活，但是呢，它也有明显的坏处。坏处是什么呢？对于初跑的小伙伴，或者是
肌肉能力还不太强的小伙伴们，为什么说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压缩裤呢？就是对你的疲劳恢复，对你肌肉的损伤的程度是有帮助的。如果压缩感太低的话，可能也不好。但是训练有素的小伙伴，如果冬天训练不是太冷的话，可以考虑薄一点的。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菲比特这一款呢，就是相对的属于厚一点的压缩裤。第一，它的压缩感比较强；第二，就是材质呢是相对厚的。这种在北京这种天气特别有用，就是要不然特冷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刮风的时候，这种特别有用。因为那种薄的那种啊，有一年北京那天是体感-28度，气温是-22度，大风，然后我就正常的早上起来天不亮就出门跑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冻的就腿都快没有感觉了，而且它是一步一步的，你没有那么明显说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呢，瞬间回家一脱裤子，觉得2条大腿就不行了，冻得感觉跟冻伤一样。后来就开始穿厚的压缩裤，是别的品牌的，跟今天介绍这款菲比特的差不多的厚度，就完全没问题。所以呢，怕冷的小伙伴或者是新手，就是您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建议穿压缩感比较强的，或者是怕冷的小伙伴穿厚一点的。所以这条裤子综合来看呢，它是你不能说哪种好哪种坏，就是半弹和压缩，它是2种不同的形态，对应几种不同的场景去穿吧。至于这个兜收纳的设计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这种衣服可能是2种阵营，一种是各种兜各司其职，一种就是一大圈通着的。就我而言呢，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分开的，因为我是个比较那种，就大家也了解，比较精确那种性格。钥匙这种东西如果不放在有拉锁的这个兜里呢就不行，好吧？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天气凉起来了，大家还是注意调整自己的衣服。这臂套也是个挺管用的小装备，戴上以后呢，会让你稍微的不那么冷一些。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健康有的时候真的是挺重要的，生病挺难受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真的已经好转了，很明显的好转了，好吧？那咱们就这么着，还是下回再见，大家加油干！